又担心那老乞丐，同时也为那俩恶棍无赖担忧啊。他希望他们俩伤势痊愈，唯独没有担心他自己，真是太善良了。慧能一看老乞丐因为自己的相助平安无事的离开，心中快慰。此时的慧能浑身伤痛难忍，可他一想到老娘还在家中牵挂他只好咬紧牙关想吃力爬起。谁知他这一用力，伤痛加剧，疼得他头晕目眩，昏倒在地。话说慧能于是卖柴，被俩恶棍打得伤痕累累，疼痛难忍。他想吃力爬起来，可这一用力呀，浑身伤痛加剧，疼得他头晕目眩，昏倒在地。俩恶棍的拳脚太重了，把慧能打得软肋的受了重伤啊！围观的人们急忙上前把他唤醒扶起来。慧能伸手一摸怀中的那块月饼，早已碎洒在地，拾不起来了，不由一阵心酸。他提起扁担，摇摇晃晃朝家中走去。单说李氏夫人在家中左等右盼，不见慧能回来，李氏夫人可有点担心了。虽然说慧能善良聪明，可他毕竟是个年仅13岁的孩子。这集市人多，车马很乱，山路崎岖，行走不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李氏夫人想至此，不敢再往下想了。她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外，东张西望，看着慧能。就见慧能打远处摇摇晃晃走了回来。李氏夫人一惊，急忙迎上前去：“啊，能儿，你怎么浑身伤痕累累？出什么事儿了吗？”慧能本不想告诉母亲，可自己呀回来的这么晚，又伤痕累累，知道瞒也瞒不住，只好对母亲说了实话。李氏夫人一听，痛苦万分，一把把慧能抱在怀里，声泪俱下。李氏他见此情景，痛难忍，伸双手抱住慧能，泪淋淋。能儿你今天遭此厄运，真叫为娘我痛苦万分。娇儿你受苦，娘心扎里人恨。娇儿你遭罪，为娘更是昏，恨不能替儿把痛苦受尽，恨不能去找恶棍把命拼。快快把无尽，娘为你烧香去求观世音。李氏夫人一看慧能伤痕累累，痛苦万分：“能儿，都是娘无能，让你吃了这么多苦。你父若是知道，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能儿，你快随娘进屋，娘马上烧香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伤痕别疼，早日痊愈。”
多年来，李氏夫人简直把观世音菩萨当成慧能的保护伞了。为了慧能的幸福平安，她可没少拜求观世音菩萨。慧能一看母亲伤心难过，急忙相劝：“娘，您别难过，我没事的。孩儿虽然挨了一顿打，受点皮肉之苦，可我救了一个人命啊。那老乞丐年老体弱，要遭毒打，必然没命。孩儿年小结实，替他受点皮肉之苦也不算啥。娘，您别难过了。”哎，能儿啊，你也真是的，娘也不反对你做善事，可你怎么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这么多苦，遭这么大罪呢？娘，人生在世，谁能见死不救呢？我要是看着老乞丐被挨打而不去相救，那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打死，我会心不安，很痛苦的。那要比这皮肉之苦还要难忍。娘，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您不要难过了。今天那个不知名的小孩不也救了我吗？哎，能儿啊，你太善良了。你要知道，那小孩救你是因为他有功夫，哪像你啥也不会，还愣去救人，也不顾自己死活。以后可别再干这傻事了，别让娘再替你担心了啊！快进屋坐下来，娘给你端饭去。你一天没吃饭，都饿透了，你等着。李氏夫人端来了饭菜，放到桌上。慧能一天没吃饭，都饿过时了，再加上伤痛难忍，早就没有了食欲。可是他怕母亲伤心难过，只好强迫自己勉强吃了一些。吃完了饭，李氏夫人见慧能伤势严重，让慧能早早休息。然后他自己来到家中设置的佛堂前，烧香拜佛，求佛菩萨慈悲，保佑慧能早日痊愈。多亏慧能身体素质好，再加上乡民们上山替他采来了山野药，内服外用，只半个月，慧能的伤就好了。眼看家中要断粮了，慧能非常着急。为了补上养伤这几天的损失，他每天起早贪晚，是更加的勤奋。李氏夫人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常常祈求佛菩萨保佑慧能平安顺利，消除灾祸。家中穷，没有办法不叫儿子挨累，只好求菩萨保佑了。这慧能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踩荞受薪。每天除了踩荞奉养老母之外，就是听母亲诵经，或者是一个人坐在院中苦思冥想着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的遭遇会大不一样？有的荣华富贵，有的贫穷卑贱，有的身体强壮，有的百病缠身，有的心地善良，有的无恶不作。为什么蛇吃青蛙，青蛙吃虫，虫吃蚂蚁，总是如此的吃，弱肉强食？这到底为什么？他思索着，参悟着，竟不知不觉会做到深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龙朔元年辛酉岁，慧能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小伙子了。他不仅体魄强健，而且聪颖善悟，弑母尽孝，这令李氏夫人十分的快慰。勤劳善良的慧能每天仍是采荞受薪来奉养老母。这一日，他打的2捆干柴又挑到集市上去卖。眼看天近傍晚，也无人问津。慧能怕自己回家太晚，母亲担心，只好挑起了柴捆，想往家中走去。可是他没走几步，忽听身后有人问价：“哎，卖柴的老弟，你这条山柴多少钱一担呢？”慧能一听有人问价，急忙放下柴捆，回头一看，见问话者是一个中年男子。啊，天色已晚，大哥要买，给8个铜钱就行了。慧能卖柴从不漫天要价，
现在天近傍晚，他要价就更低了。可这位买主呢，还真挺慷慨。兄弟，你这条山柴成色不错，我也不亏待你，给你10个铜钱。我是福来客栈的掌柜的，叫金正发，我得麻烦您送到我的福来客栈，怎么样？可以。慧能答应一声，挑起柴捆，随着金正发穿沟过岗，拐弯抹角，就来到了福来客栈。金正发让慧能把柴捆放到厨下，然后取出10个铜钱付给慧能。慧能谢过，他接过铜钱，转身往出走。可是没走几步，忽听客房内传来朗朗的读经之声。侧耳细听，只觉得字字金石，似乎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暖流从心灵深处源源涌出，并打开无量无边的智慧宝藏。他不知不觉地迎着诵经之声走去。他虽然常听母亲诵经，但从来没听到过这样似曾相识的经句。他站在窗前，静心息虑，至诚恳切地倾听着。那句句禅语直透心性，字字圣言，启开迷津，也是他善根成熟，智慧萌发。当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七心2句时，心头一震，头脑轰鸣，唰，眼前仿佛划亮一道巨大的闪电，猛然间身心俱忘，只觉得世间万有，我人众生，千门万法，4大5蕴，尽归虚空，一无可住。霎时间，心地花开，灵源波涌，烦恼顿断，妄想自灭，立时般若现前，以往追思的一切俱皆明晰透彻。慧能今日豁然大悟，拨云见月，顿开心慧，还正本来，达到直见本性的境界。这就是后世禅宗的所谓顿悟。诸位，很对不起呀，我虽然用了这么多的名词，也没解释出慧能那种直见本性的境界来。因为透过名词来解释这件事，那是很困难的。别说我没有开悟，就是悟入这种境界的慧能，也难以用名相来解释这件事情。因为透过名相只能悟到相似的观念，但绝不是真实究竟的意义。所以此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谈。可是书中涉及到这个情节，我不说几句，这心里他不舒服，总觉得没法接续下文，只好玩弄口头三昧，说了这么一大堆的名词，就好像是一个瞎子在向世人描述世界是多么的桃红柳绿，空惹人发笑而已。单说慧能闻经悟道，入于无助之妙境，突然室内诵经之声骤停，接着传出一声苍老的问话：窗外何人是在听老夫诵经吗？慧能一惊，这才从禅境中回到现实中来，注目一看，心中惊喜。屋内走出来一老年，老人家年过半百，身康健，耳目有神，腰不弯，鹤发童颜，
此山，五柳长髯飘胸前，笔直口方令人赞，举止高雅非等闲，这老者满面惊一将会能看，会能他急忙施礼迎上金钱，慧能一看这老者，急忙迎上前去。老人家，晚辈卖柴来此，偶听您诵经，心性顿开，以致忘境忘情，未能离去，敬请老人家恕罪。老人家，您刚才所诵的是什么经？老者一听慧能说忘境忘情，心性顿开，他吃了一惊啊，不由得仔仔细细把慧能打量一遍。见慧能虽然是个衣着破旧的山野樵子，却是气宇非凡，有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绝非一般山野樵子可比。年轻人，老朽刚才所诵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叫金刚经，是我3年前在黄梅东山禅寺请来的。此经是实相般若，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它义理微妙，可以开启人们的大智慧，只是普通人很难懂得它的义理。你真能听懂此经，领悟其意？是的，此经就是令人悟理见性。那应无所住而生七心2句，就是既不着有，也不落无，实相无相，不取两端，行于中道。离念即是真心，离相即是真相。老者一听慧能说出此经的义理，惊得目瞪口呆呀！哎呀呀！年轻人，轻恕老朽愚痴眼拙，未识智者，真是惭愧惭愧。老朽诵经数年，也没开发智慧，而你却能一闻而悟，真是根气非凡，实令老朽钦羡。你的慧根如此深厚，为何不出家向道？上文书说的是慧能卖柴于客栈，闻听老者诵《金刚经》而悟道，当即便把经中应无所住而生七心2句经文的意思向老者说了出来。其实这2句经文就是告诉人们一个修行的方法，是第2等的方法。因为第1等是没字的，大家不明白，第2等是有字的。如何修呢？让您应无所住而生七心，应随时随地无所住，随时生清净心，坦坦然，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在此，要是用大家都熟悉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的2句唱词来勉强描写其意，那就是相逢开口笑，过后莫思量。也就是此心无事，像个镜子，有境界来就照，用过了就没有。也可以用《菜根谭》里面的2句话来描述：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您想想，
任何人能经常保持这样的心境来处世接物的话，他的身心是多么的清净自在，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青山本不老，为雪白头，绿水原无忧，阴风皱面。人本来就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哪来的烦恼呢？为的是雪吗？然而雪融而无痕，雪在哪儿啊？为的是风，可是风吹而无影，风在何处？人却偏偏作茧自缚，自寻烦恼，真是可悲可笑。人们若是能把《金刚经》中的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他一定洒脱自在。近代大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的确如此啊。在佛教的众多典籍中，《金刚经》知名度很高，它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是佛法的心髓。佛教中常常流传这样一句话：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破相的金刚，富贵的华严。这就是说，法华经、金刚经、楞严经、华严经的重要。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学佛的人还是不学佛的人，都试图想找一种能令身心安宁的方法，让疲惫的身心休息一下。不学佛的人呢，或者去歌厅唱唱歌，舞厅跳跳舞，酒吧茶楼聊聊天儿。喜欢静的人就练练气功啊，练练书法呀，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呐。有的甚至被误导信了邪教。如果信邪教的这些人事先要是能把这4部经典统统读诵一遍，对佛教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他绝不会误入歧途。尤其是对《金刚经》和《楞严经》有一定了解的人，绝不会落入邪师的魔掌，不会被歪理邪说所控制。诸位，当今之世，有一些人在利用佛法的招牌行骗，法相森罗，妖魔鬼怪。你要想学佛，追求身心的安宁，那你就要把这4部经典看一看，了解一些佛法的基本知识。否则你没有火眼金睛，没有辨别正邪的能力，万一有人打着佛法的旗号诓骗，那你就有可能上当，把白骨精当成唐僧，万一上了贼船，那可就麻烦了，搞得神经兮兮，骨肉相残，污染环境，扰乱治安，自毁生命，实在可怜。所以呀，想学佛就要把这4部经典都看看，了解了解。在这4部经典当中，《金刚经》文字最少，它言简意赅，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没有不学的。应该说，生活是门高深的艺术，懂得生活的人既要有踏踏实实的苦干精神，又要能轻轻松松地享受生活，学会忙中偷闲，劳逸结合。这在当今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尤为重要。金刚经确实能让人有智慧，生活的洒脱自在。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诵经老者一听慧能说出此经的义理和自心的感受，竟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此经虽然能开启人们的大智慧，但它义理微妙，境界高深，一般人很难领悟其中道理。3年前，他到黄梅东山禅寺拜见禅门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告诉他，要供奉受持金刚经，久而久之，悟佛心印，便能见性成佛。
这老者当即请了一部《金刚经》带回家中，每天都焚香读诵，晨昏礼拜。尽管他供奉读诵此经3年之久，也没有领悟其中真实意。没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山野樵子竟能一闻而悟，真令老者惊叹不已。打击鼓板带动琴弦，说说唱唱表演数篇，慧能买柴夫来客栈，文经武道在顷刻间，诵经的老者深惊叹，他把慧能打量一番，见慧能虽然是个砍柴汉，却原来气质超群，质非凡。老人家眼望慧能暗称赞，不由得惊喜场，把花言。老者一听慧能说出此经的义理和自心的感受，惊得目瞪口呆。哎呀呀，请恕老朽愚痴眼拙，未识智者，真是惭愧惭愧。老朽诵经数年，也没开发智慧，而你却能一闻而悟，真是根气非凡。年轻人，你的慧根如此深厚，为何不出家修道，却在这山野砍柴呢？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告诉你，这人世之上有8种后悔：逢师不学，去后悔；遇贤不交，别后悔；事亲不孝，丧后悔；见义不为，过后悔；见危不救，现后悔；有财不舍，失后悔；因果不信，报后悔；佛道不修，死后悔。你可要及早把握因缘呐！这头上一回人呐，他不容易，能闻到佛法更不易呀。要知道，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身？若不修习佛道，了脱生死，等到无常来临，可就悔之晚矣。那齐州黄梅东山禅寺的住持方丈弘忍大师，乃是接传达摩衣钵的一代宗师，传佛心印者，见悟颇高。他座下有1000多徒众，随他修习佛法。他常常教导徒众们要供奉受持《金刚经》，久之便能悟佛心印，见性成佛。你的慧根这么好，你为何不前往黄梅东山参礼五祖，求学佛法？告诉你，学佛可是人生的最高享受，你可千万别错过机会呀！慧能一听，心中惊喜，恨不得立时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可是，一想到家中的老娘无人奉养，心便凉了下来，当即冲着老者深深一揖：多谢老人家指点，
可晚辈家境贫寒，尚有寡居的老母在堂，我若此时前去求法，老母便无人奉养，为人子者岂可不重孝道？我若弃老母寡居而不顾，因缘未成，纵然强行，也有不当之处，只等老母100年之后再行走此路。哦，你还有寡居的老母？是的，晚辈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我若此时前去求法，孤苦无依的老母便无法生存，为人子者岂可不重孝道？说的是，佛也最重视孝道，不过这修道应该趁早不趁晚呐，尤其当今大善知识难遇，眼下如无足者，恐怕旷世稀有了。你有如此的慧根和孝心，真令老朽敬佩以及。有道是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朽今天愿舍却这梦幻空花般之钱财，助你成就无上菩提道业。你等着。老者说完，转身进屋，不大一会儿取出一锭银子，双手捧着递于慧能。年轻人，这有文银10两，你把它带回去，安排好家事之后，你马上去黄梅求法吧。呵，这老者呀，真慷慨，出手是真大方啊。这1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要是做小本生意，4、5两就能开个店，何况10两呢？这说明老者对慧能的智慧品行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古人对人才的支持与培植也发人深省啊。可他这么大的数目，慧能哪敢接受啊？老人家，多谢您好意相助，可在下与您素不相识，哪敢劳您破费，受您如此大恩，这银两我是万万不能收的。年轻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用它助你修学佛陀伟业，我也能沾光获益呀。那意思是你要修成佛了，我也会因此布施而有功德的。年轻人，你用此钱是去修道，修成了度众生，又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事，你何必分辨彼此呢？你要是瞧得起老朽，就把这钱带上；你要怕老朽愚笨平庸，怕老朽日后找你麻烦，那你就不收。慧能一看老者如此一诚，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倒觉得却之不恭，可受之又有愧。他十分为难地接过银两，冲着老者深深一揖。深深一揖，禁不住欣喜激动，把话题问一声：老人家家住哪里？你做了姓大名，对我说仔细。您老赠银两，助我学佛去，巧妇我芦荟能把你感激。我求法不为自己，求安安逸逸。
只愿众生能够把苦离，日后于法有祸，绝不忘记你，定与您同沾法喜，共证菩提。菩提就是高度的觉悟，高度的智慧。卢慧能向赠银老者告知了自己的姓名，并向老者请教姓名住处，说日后于法有祸，定与老者共同分享。可这老者冲他一笑，哈哈，年轻人，原来你叫卢慧能，告诉你，老朽助人，既不问人姓名住处，也不告知自己住处姓名，更不希望对方回报。佛法中这叫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老朽敬你智慧过人，爱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才赠银两助你求法向道。倘若今日一过，老朽便记不得你这个人和今日之事了，你又何必把此事放在心上呢？你赶快回去安排好家事，早日入佛门求法吧。你若能求得大道，普度群迷，拔众生于沉沦，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了。诸位，您听听，这位施恩不图报的老者，真是一位难得的正人君子，有超脱胸怀的群中方士啊！这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首先说这布施，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施舍给予。其实一切舍己利人的行为都叫做布施，要布施并不难，可是要做到三轮体空，那可就难了。比如说以财物布施给别人，第一，要里头不看见能够布施的我，不要认为自己肯把财物施舍给别人就算了不起，记在心上，这叫能够布施的我空。第二，要外边不看见受布施的人，不要认为自己肯把东西施舍给别人，别人受到了你的恩惠，这叫所布施的对象也空。第三，要中间不看见所布施的财物，这叫所布施的财物也空。这三点都要看空，才叫三轮体空，一心清净，不着一点痕迹。你想，这样的布施一般人能做到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文钱也足以消千劫之罪，斗米也能种下无量无边的福啊！如果施人而心不忘，施恩而图报，舍财物而心疼，就是黄金万两也只半善而已。这老者能做到这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真是难得。那么这老者到底是谁？咱们单听下回。话说慧能卖柴于客栈，闻经悟道，使诵经老者惊叹不已。这老者对慧能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慷慨解囊，赠慧能10两纹银，让慧能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老者的乐善好施使慧能感激不已，当即向老者请教姓名，以待后报。可这老者施恩不图报，没有把姓名告诉慧能，所以慧能受了他这么大的恩惠，竟不知他是谁。您别看慧能不知道，说书的我得知道，我要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知道呢？
他的名字叫安道成，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经常好劝人学佛修善。一遇到谁有困难，他就帮完了从不挂心上。今天他见慧能有这么好的悟性，是个人间奇才，竟慷慨解囊，要支持慧能成就伟业，这一点很了不起。我常听有人抱怨，说自己行善没得好，而某人作恶也没得恶报。其实啊，这积善之事有多种分别，必须做进一步的了解，不然为善而不明理，往往就会产生自认为是行善，而其实是造恶的行为呀。一般来说，有益于人群则打人骂人皆算善，若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就是尊敬别人礼让别人也算恶。为人处事，利人之善才是真善，利己之善则是假善。为善必须发乎真诚自然，事后不要牢记在心里。那么虽然小善也能达成功果，若是怀有企图行善，施恩图报，舍财物而心疼，那就是终生行持，也只半善而已。所以真正的好心实难行得。世间人都把自己好心说，岂不知好心二字含义多。真好心常常付出，不求得利他人，发自内心不言说。难忍是他能忍，难舍能舍，存平当救济人，冤亲不责。默默地勤耕耘，不计收获，这样人才可成好心一颗。我常听有人说自己心好，说自己善良。听了这一段，您跟自己对对号，您的心到底好不好？我见过这样人，在单位对领导好，对同事好，可是回家对父母不好啊，总是跟父母吵架。大家想想，对自己父母不好，对别人好，那是真的吗？他有目的呀。《孝经》上说，不爱戚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你不爱自己的亲人，不敬自己的父母，去尊敬别人，你违背做人的道德礼仪呀。我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叫《请吃一碗面》，我当时感触很深。这文章上写的是一个女孩子跟她母亲吵架，赌气离家出走，走到半路上，她饿了，看见大道旁有一个面摊儿，那馄饨面香味扑鼻，他想买一碗，可是走得匆忙，忘了带钱。他站在那面摊上徘徊，这个面摊的老板看着他的为难之处，就煮了一碗馄饨面送给他吃。这个女孩子吃了一半，痛哭流涕，说：“这老板您真好，咱们俩素不相识，我只是从这儿路过，您就这样好心送我一碗面，可我自己的母亲心却那么狠，我只是跟他吵了一架，他就把我赶出家门，我真是恨死他了。”这面摊的老板听完摇摇头，说：“小姐呀，
你这种想法不对呀，你这叫忘恩负义。我只是给你煮了1碗面，你就感激涕零。可10几年来，你的母亲给你煮了多少碗面，给你做了多少次的饭，你为什么不感激她，还恨她呢？”这个女孩子听后良心发现，是啊，一个陌生人送给自己1碗面，我就感激的掉眼泪。可10多年来，自己的母亲为自己做了无数顿的饭菜，我从来没感激过她，还恨她。她对我百般爱惜，千般呵护，从来不要求得到我的回报，只是默默的付出。可是我为什么不能感恩她呢？这女孩子想至此，特别的羞愧，她很想马上回家向母亲说声对不起。她放下了面碗，痛哭流涕地朝家中跑去。可是还没到家里，走到家门前那个巷子口上，就看见他的母亲焦急万分的东张西望，等他回来。他母亲看见他，急忙说道：“孩子，你可回来了，妈妈做好了饭菜，你快进屋吃吧，要不然就凉了。”这女孩痛哭流涕，抱住她母亲，这感恩的心升起来了。告诉大家，您要是想好运气、好命运，那您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啊。一个陌生人给你一点点的恩惠，你就感激的不得了。可多少年来，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恩重如山，你有没有感恩过？现在有许多公司的老板都提倡自己的员工回家给父母洗脚，目的就是提起人们这个感恩的心，这个孝心。当你给父母洗脚的时候，你看到父母那双脚上布满了皱纹和老茧，你会升起感恩的心呢。多少年来，父母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儿女的前程，却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呢。所以作为一个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是太不应该呀。孝经上说：“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一个人他的孝心一起，善念一开，百福俱来，那有福报啊，百善孝为先呐。从古到今，因为孝顺得来荣华富贵，得到大福报的人非常多，因为不孝得祸的人也特别多。将来有机会，我会和大家详细的讲讲这方面的事迹。您要是想好运呢，您就千万好好的孝顺父母，孝敬您的长辈。单说像安道成这样无所求的善行才是真善，也正是他这种真善，竟救了他独生儿子的命啊！咱们后文再做详细交代。不过在此，我先向大家透露一个天机秘密，那就是做好人占便宜。因为真正不求报答的做好事，往往会得到最大的报答。但这种报答不一定是受益者的报答，而是一种终极的报答。真正不求回报的做好人，往往会得到最大的回报。但这种回报是缓慢的。从长远看，做好事做好人的收入会远远大于支出。如果你做了好事儿，想马上得到的回报的人，那你得到的只是一种失望。请相信我说的绝对是上天的秘密。也许有人会说啊，那安道成啊，他准是有钱，要是没钱的人，要想做这善事就不容易了。其实行善积德的方法很多，什么人都可以做。一个拥有爱心的人，能从各个方面去关心别人，不一定非用钱财呀。比如你身边有为名为利、沉沦堕落的人，你要时时提醒告诫他，以解开他的迷惑。韩愈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失败与不幸的遭遇。当你遇到别人有灾难的时候，应该像自己遇到灾难一样，尽力给予安慰帮助，哪怕是一种同情之心，也具无量之恩。恩惠不在大，能救人危急为贵，能体谅人心为本呐。古时候中山君与司马子期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中山君想欢宴全城的士大夫们，有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也身穿着锦衣吉服，兴致勃勃来赴宴。
宴席上，众士大夫们高谈阔论，各自显示自己的才华智慧。席间，厨师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羊肉羹，中山君笑逐颜开地劝士大夫们品尝，唯独没有顾上劝司马子期。受到中山君劝酒进菜的这些人，觉得脸上有光彩，非常高兴。可司马子期却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没等宴席结束，他就愤然离去，跑到楚国，向楚王隶属中山军的许多弊端，煽动楚王派兵讨伐中山国。楚王果然听信了司马子期的话，发出了大队的兵马，由司马子期做向导，大军直抵中山国，一时间兵临城下，迫使中山军仓皇逃窜。他在逃亡途中，发现身后有2个大汉手提钢刀紧紧相随。中山军更加的心慌意乱，慌不择路，他就跑到一处半山岗，眼前无路可走，他只好壮着胆子回头大喝：站住！你们手提利刃紧紧相随，到底干什么？2个大汉急忙上前给他跪下了。君王莫惊，我们是奉父命特来保护君王。当年我们的父亲快要被饿死的时候，是君王您赏给他老人家1碗饭，使他活了过来。多年来，我们的父亲一直感念您的恩德。他临终前把我们弟兄俩叫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一旦君王您有难，我们弟兄俩要不惜性命前来保护君王。今天我们弟兄俩遵照父亲的遗嘱，特来保护君王。中山君听完仰天长叹，看来给予别人的东西不在多少，重要的是要在他极为困苦的时候送上温暖。冷淡别人不在深浅，重要的是切不可当众伤害他的尊严。我因为一杯羊肉羹亡了国，却因为1碗饭得到2位忠烈的勇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因小果大呀。三国时期的刘备临终前曾对他儿子刘禅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意思是告诉刘禅，不要轻视小事，小中也含有大义呀。小事件孕育大道理，小问题包容着大智慧。我们虽然不是伟大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生活中每件最平凡的事。记得有一家电视台曾经播出过这样一组电视画面：一块砖丢落在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的人流里，人们或躲之，或绕之，或干脆就从上面压过去。一位摇3轮车的残疾人弯腰把这个障碍物给清走了。你想啊，一块砖丢落街头，妨碍行走，你捡一下不就方便了行人吗？那自来水哗哗直流，你拧一下开关，不就节约用水了吗？老人上下车蹒跚吃力，你扶一下，老人行动就方便多了。这些举手之劳的善行，难道您做不到吗？要知道，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默默的关心与祝福也是无形的布施。能否积德行善跟贫富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性。有的人并不富有，却能舍钱财助人急难，解人之危。像慧能，宁可自己饿着肚子，却能把那月饼毫不吝啬地施舍给老乞丐。而有的人呢，家趁万贯，却自私吝啬，成了个牵吝的守财奴了。更有些人有了点钱呢，那就狂得不得了，大肆的挥霍，到处去摆谱显阔，其实那是精神贫穷的一种表现。您要是让他捐助某些慈善事业，他可就瓷公鸡铁仙鹤一毛不拔了。更有甚者，丢了点钱心疼得不得了，要是丢了良心，他却无动于衷。
是日出东海落西山，每日里日出日落总循环。且看那大千世界人千万，总归是心性善恶不一般。心善人舍己为人，常奉献；心恶人机关算尽，多贪婪。多行善，心安理得，免灾难。造罪孽，恶贯满盈，招祸端。别以为行善作恶无人见，岂不知举头三尺有青天。诸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想行善，别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没条件。其实善事因功皆由心造，往往没钱的人能够积大功积大德，而有钱的人未必能造福能积德。在此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那就是宝藏的东西不一定属于自己，享用的东西不再属于自己，只有施舍的东西才真正的属于自己。有很多人千丝万算，总想给子孙多留点财产。要知道，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自己积德行善，自己先得本然之庆，而后呢，子孙继续享受余庆。你用不完的阴德，子孙继续享用，那多好啊！千万别像秦始皇似的，总想给子孙留下万古基业，结果把子孙给害得更惨。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慧能被安道成的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您如此一诚，那晚辈就依从您的心愿，安顿好老母之后，定去黄梅求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话说慧能被安道成的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老人家，既然您如此一诚，晚辈就依从您的心愿，安顿好老母之后，定去黄梅求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好，有志气，时候不早了，老朽就不再耽搁你的时间了，免得你的老娘在家着急。希望你早日求得正法，普被四方。多谢祝愿，慧能就此别过。诸位，慧能的发心是多么的伟大，这才是发菩提心，发大乘心。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就是利他无我之心。要知道，学佛首要在发心，发心要大要正，才能得到实果。所谓量大福也大，越贪越没有。如果发心不正，知见错误，那很麻烦。华严经云，佛法如水，像水一样。
牛饮之则成乳，蛇饮之则成毒。治学正涅盘，愚学增生死。知见毫厘之差，果报天渊之别。这就是说，佛法什么人都可以学，但每个人的受益是不一样的。因为目的不同，它结果能一样吗？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必须要关心社会，要以利益众生为己任，在利他中完善自己，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要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有很多信佛人以为拜佛就是恭敬，听经念佛就是修行，他不知道利益社会，这就偏离了佛法的本怀呀。学佛要现实，要脚踏实地，不要空中楼阁。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将佛法实践于生活中，才是真正的修行。如果只是知道了佛的教法，而没有将佛陀的精神在人间得到弘扬，在众生身上得到运用，那么佛法就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被误解、封建迷信、消极厌世，真乃冤枉。人常说混沌初分不纪念，后来有三皇五帝定江山。自古来独善其身人千万，也有那兼善天下大圣贤。神农氏尝百草，悲心一片；伏羲氏画八卦，造福人间。孔夫子山师定理，人称赞；创儒教伦理道德，万代传。释迦佛舍王位，慈悲实现。悟真谛说法立生几十年。智慧的教育究竟有圆满，把宇宙人生真相来表全。虽然说古圣先贤已去远，永远是悲心宏愿要大钱。若说佛教消极或者是迷信，那绝对是冤枉。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就像我们中国儒家孔孟教育一样，都是教育。只不过儒教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他们政治地位不同而已。孔老夫子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因祸得福啊。当年他周游列国，原本是想谋个一官半职，展示他在政治上的理想抱负。如果有人用他做一个诸侯国宰相的话，他最大的成就也就像周公、管仲、诸葛亮一样。可是诸侯们都不用他，对他敬而远之，他这才回到家乡办教育。孔子算是中国第一位广招学生的私立学校的校长。在他之前呢，凡是有志青年想学文化，都要以吏为师。您想啊，跟那些整天泡在酒桌上以多吃多占为能事的官僚能学出什么好来呀？所以孔子这一办教育，来投奔他的才智之士特多，有穷有富，富的有大腕级的子贡，穷的有啃干粮喝凉水的颜回。不管家境怎样，天资如何，这孔子他都收，而且还很会因材施教。他教学的科目也很多，
所以他的学生在当时呢都是全能型的，他符合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因为他学生里人才辈出，他的教学有成就，就被后世尊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他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好事儿，他干嘛周游列国遭那罪呢？早点办教育多好啊！他更没想到，他的学说不光中国人赞叹，就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让外国人都佩服得不得了。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在法国巴黎召开一个联合会议，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说21世纪人类要想生存的话，必须回到2000多年前汲取孔老夫子的智慧。诸位，那诺贝尔奖的得主可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呀，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孔老夫子有智慧。70年代，有一位影响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英国的汤恩比教授也曾经说过，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2种思想可以解决，一种是孔孟学说，一种是大乘佛法。这说明儒佛2种教育对社会安定、世界太平是何等的重要啊！孔老夫子不光是教育思想，对社会安全、伦理道德有着崇高的贡献。他老人家在语言艺术上也给我们留下一座金矿。从《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闭卷的“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几乎每段每句都是至理名言。这儒家学说备受推崇，佛教理论更让上至人不能不信服、不佩服。世界几何力学之父威勒博士也曾说过，假使没有佛教因果律，宇宙就只有混乱。这么高尚圆满的智慧教育佛教，我不能不向大家做一介绍，免得大家误会。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公元前6世纪，他的父亲叫净饭王，母亲叫摩耶夫人，他所在的国家叫迦毗罗卫国。他的身世和修道的过程，在佛经和史籍当中都有明文记载。他可不是官场的失败者，而是一位得意者。他有着非常尊贵的政治地位，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未来的国王。可他却舍却王位而不做，从事于教育。因为唯有教育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人群，移风化俗。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青少年的犯罪率高了起来？主要原因是教育失误啊，只注重知识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德行教育。我们都知道，有德有才的孩子是优等品，有德无才的是次等品，无德无才的是废品，有才无德的那就是毒品，非常可怕。有人为此成立了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志在把古圣先贤的道德风范传递给千家万户，使家家和乐，人人幸福。也有像杨淑芬、蔡礼旭、邵亚中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毅然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事业当中，不疲不倦地深入各行各业，进行着以《弟子规》为题材的幸福人生讲座，使社会各界受益匪浅。这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自古都是政教互行，政以齐民，教以化民。这政治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双方应该比翼齐飞呀。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充满了智慧，他为了济世利民，创办了佛教育，让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鼓励人们断恶向善，净化心灵，培育高尚的人格。佛教叫人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万物得以宁，而天下太平啊！这人心要正，他就不会做恶事。那就是心静国土静，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啊！如何能做到心静心安心平呢？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
无论佛教还是儒教以及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发扬天性、化导群性，为人类谋求永生的幸福。大家必须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人，他不是神，他是大觉大慈大悲的人，他的悲心宏愿无人能比。因为他是最初创办这个教育的创始人，所以被尊称为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这个称呼来自印度梵语佛陀也一词，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觉，佛陀就是觉者。应该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呀。他讲经说法49年，到处去教化众生，义务教学，不收学费。他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修养，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他很会因材施教，他教育的对象也非常广泛，有国王大臣、贩夫走卒以及各行各业，还包括宗教。用现在的新名词来形容，他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一生所说的经典内容非常广泛，这些经典在他灭度之后1000多年才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在后汉永平年间。当时是汉明帝刘庄派朝廷特使到西域，正式去礼请印度高僧到中国来讲学。请到之时啊，由朝廷的鸿胪寺全权接待。大家注意，寺是汉朝政治制度里面的产物，别把寺跟庙弄混了。在汉朝的政治制度里面，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属于皇帝底下的一级办事机关都叫做寺，一共有9个寺。我们在传统的电视剧目里经常能看到审犯人、主法律的大理寺，寺的长官叫做卿，一共有9个寺。这鸿胪寺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鸿胪寺卿就相当于外交部长。属于宰相底下的一级办事机构都叫做部，什么户部、吏部啊。部的长官呢叫做尚书，次长叫做侍郎，什么吏部尚书、户部侍郎啊。这印度高僧被请到中国之后，很系统的把佛法的教学理念讲了出来，致使朝野震惊，觉得佛法的教学内容无所不包，教学胸怀非常博大。朝野上下非常的向往，希望这印度高僧能长留中国，在这里教学，永远别回去了。可是作为外交机构的鸿胪寺只能接待短期宾客，不能让他常住，怎么办呢？只好在首都的9个寺之外又增设了一个寺。这个寺就是政府用来专门办理佛陀教育的一个机关，也是第一个佛寺，叫白马寺，就是现在洛阳的白马寺。为什么叫白马寺呢？纪念白马的功劳啊。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经典、佛像、法师都是靠着白马从万里之遥给驮来的。白马寺落成之后，首先是将梵文经典翻译成中文经典，然后进行指导修学。打这以后啊，国家就有2个教育部，一个是由皇帝主管的佛教育，一个是由宰相主管的孔孟教育。因为佛教育是由皇帝直接来推行的，它的发展没有多长时间就超过了儒家的孔孟教育，于是寺院就在全国许多角落里出现。大家必须知道，寺是教育机关，别把寺跟庙给弄混了。庙是祭祀鬼神的地方，寺跟庙毫不相干。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就是大寺院，也叫道场，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大学一样。丛林主席方丈和尚就相当于现在大学里面的校长，首座和尚就相当于教务长，管教学的，维诺管训导的，监院管总务的。他的职权组织跟现在的大学非常相似。只可惜呀，
有些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居然追逐名利，自己花钱建寺院。佛学院派来统佛法的法师，他不接受，自己随便找个假和尚野和尚往寺院当中一待，弄那狐仙堂，那些封建迷信，把那狐仙堂立在寺院里，忽悠别人烧香舍钱，说能消业消灾。这纯属是用封建迷信的手段在骗钱呢。你这寺院里没有懂佛法的老师，那叫没有道，没有道就不是道场，不是寺院，只是个建筑物而已呀。如今的佛教不缺寺院，而缺弘法的人才。有道何怕无场？有场不一定有道。当代高僧净空法师一生不见寺院，他为了更好地落实圣贤佛陀的教育，让社会大众真正获得佛法的利益，他一直都运用自己的智慧悲心，从事着佛法的教育教学工作。不仅为佛教培养后继人才，还免费流通大量的讲法光碟和书籍。如今呢，更通过网络卫星电视的远程教学，让全球5大洲的听众每天24小时都能收看他讲经说法的教学，使世界各地的信众获益匪浅。凡是老法师所到之处，无不为团结种族、祥和社会、提升道德而尽心竭力。他这叫心中有正道，处处结道场。他是自古以来教学范围最广泛的一位高僧。想想那些建寺院的人，未必有正道可传，而老法师一生不建寺院，却能将佛法正道传播世界各地，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息。他的悲心宏愿无人能比。在此我很想告诉那些花钱建寺院的人，您建了这个寺院，要是请有德有修的和尚住持这寺院，弘法利生，给社会大众正确的教导，那您这寺院建的是功德无量。如果您纯以挣钱盈利为目的，让这邪法邪教在寺院里传播，误导众生，您这寺院建的是罪大恶极呀！是积德是造孽，全在您的一念之间，你自己想着办吧。应该说，佛法几千年来魅力常在，这其中自有由来。世纪呀，创教3000载，佛法辗转1000年来，为善家法被淘汰，历史长河细尘埃，佛陀教育云不败，价值伟大不可买，教理圆融知无碍，能把众生智慧开，学佛生活能自在，精神境界高起来，无私奉献不懈怠，利益社会在心怀，学佛不是盲崇拜，经书佛像是教材，诸位不知莫错怪，下回书中再表白。
上文书说的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由来，是后汉时期中国政府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给聘请来的。佛教本来就是一种圆融的智慧教育，它有许多的名词术语，都是便利沟通。有时候常用很简单的名词就能表达它复杂的含义。您比如常用的术语有佛、菩萨、罗汉，这实际上都是佛学学位的名称，就像现在的博士、硕士、学士似的。在佛法里面，最高的学位是佛陀。这个学位那必须是讲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人才可称作佛陀。而只是明了一部分，明了的还没有彻底，没有到圆满的程度，那就称作菩萨。菩萨是第二等的学位，刚刚接触到正规的学习，还没有到完全开悟的时候，那就称作阿罗汉。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佛经中说阿罗汉得了定，定功很深，但他没有开悟，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并不明白。所以佛、菩萨、罗汉都是佛学学位的名称。他们虽然学位有高低，但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在修学功夫上有浅深的不同。佛教这种教育，有的时候它会给很多人带来迷惑。为啥呢？因为寺院里有那么多的佛像、菩萨像，让人一看以为它是多神教呢。高级的宗教只崇拜一个神，多神教、泛神教的含义是低级的宗教。因为一般人不明白，这正是佛法教学的高明之处，它是把学校教育跟博物馆结合到一起了。现在人讲艺术，佛法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非常艺术了，它把雕塑、绘画、音乐乃至建筑通通融在教学里，意味非常之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达到教学效果。它整个建筑都是从教育思想上来设想的，具有非常深远的教育内涵和意义，在佛家叫做表法。您比如正规的道场寺院，它第一个建筑物一定是天王殿。天王殿里供奉的护法就像学校警卫室的警卫一样，实际上这第一个建筑物就是你走进这个寺院道场上所上的第一堂课。天王殿里正当中面对着大门坐着一尊菩萨，叫弥勒菩萨。他肚皮很大，笑容满面，人们都叫他大肚弥勒佛。他的形象是大有含义。栩栩如生，笑颜颜，让人一见心兴奋。原为不带和尚身，肚皮很大，能容人。开口大笑，带来人。虽然不说话说尽，一向表法含一身。
弥勒菩萨代表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您要想进入佛门来接受佛陀的教育，您就要具备他这样的条件。他有2个很明显的条件。第一，他肚皮很大，肚皮大代表度量大，心量要大，要能包容，不与人计较。第二呢，他满面笑容，笑脸迎人，这是它的含义，是让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待人接物处事一团和气。他是教人这个科目的，他是教和谐的。如果您要把它当作神明去膜拜求保佑，那就变成迷信，变成宗教了。所以有人说佛教是宗教，也没有人反对，因为它原本不是宗教，真的变成了宗教，是众生的迷惑颠倒把它给降格了，致使教育变成了宗教，真的是很可惜呀。弥勒菩萨的旁边是4大护法天王，护谁的法？护持我们自己的清净法身，圆满报身。这4个相时时提醒我们。第一位，东方持果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持果天王代表的是尽职负责。您要想家庭幸福，国家繁荣富强，那您就要爱国敬业，把自己的本分责任做好。他是教人这个科目的。持果天王手上拿的是乐器琵琶，大家知道这琵琶要调的时钟才有美妙的声音发出来，如果弦太紧它会断，太松就不响了。这是教我们待人处事接物要行于中道，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恰到好处才美妙啊。您看它含义多深呢。第二位是南方增长天王，增长代表进步，儒家讲日日新，又日新，佛法讲精进，精是精纯不杂，进是进步，是让人天天向上求进步。无论是你的道德学问和才能，乃至于你的生活品质，都要天天的往上不断的提升，求进步。所以佛法不是落伍保守的，不是消极的，它是永远不断往上进步求提升的。增长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呢，剑代表智慧。会剑嘛，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进步呢？那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想进步想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第三位西方广目天王，第4位北方多闻天王。要怎样才能达到前边所说的持国进步2个目标呢？那您听听这2个天王的名号，您就知道了。让您多看多听，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增长学问，行万里路，那是观摩考察，成就您真正的智慧学问。您要真有智慧，真有学问，你才能做到持国，才能做到进步。广目天王让您多看，他手上拿的是一条龙，龙是变化多端的东西，他是告诉您世上的万事万物变化无穷，您千万看仔细呀。多闻天王手上拿的是一把伞，伞盖是防止污染的，它是提醒您时时刻刻防止心灵的污染。您看它含义多深，您要是明白这些道理之后，你再转上一圈，那是很受用的。所以佛教的教学方式是把博物馆跟学校结合到一起的高度艺术化的教导。您要是明白了，会佩服的五体投地，它确确实实没有迷信。这些外在的事项都是在表法，让人明了表法的意义之后付诸于行动。可惜呀，现在佛教的真正含义知道的人不多了，都把这些表法的教学工具当作神明去拜。我们中国人最崇敬的是地藏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要知道，地藏王菩萨是教孝的，他让人孝亲尊师；观世音菩萨是代表慈悲的。您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像，就要想到一定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去悲悯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可是有的人不明白此理，竟把这佛菩萨像当作神明去膜拜，烧香跪拜，还好拿些香蕉水果去行贿。那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会接受你的贿赂，更何况是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完全站在教学的立场上，诸佛菩萨的加持保佑用的是理论他教给你修学的方法，你要依照他所教导的方法去修行去做呀。你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改过迁善，你就会得到益处，就会得到利益，那才是真正的加持保佑啊。有些人不明白此理，心存不善之念，自私自利，也跑到寺院去烧香拜佛，求保佑，保佑他平安无灾，升官发财。结果不但没平安，反倒来了灾了，他就说这佛不灵啊。实际上你那是侮辱佛菩萨，你把佛菩萨当作是恶势力的包庇者了。你种下什么因，必得什么果，佛菩萨改变不了你的因果。再说诸佛菩萨只成就人的善念，绝不成就人的恶念。您作恶想逃脱恶报，那是不可能的。有些自私自利的人，一到有祸了或者有什么事儿了，他赶紧就上寺院去烧香，去求观世音菩萨。其实您好好看看，那观世音菩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你瞅瞅那副对联，上一联若不回头，谁替你救苦救难？下一联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这一副对联就把真话告诉你了。你自己要断恶向善，净化心灵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谁都帮不了你，救不了你。告诉大家，真正的拜佛菩萨是按照佛菩萨的教导去做，培育高尚的人格，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会疑惑了，那寺院里为什么还烧香，还供灯，还跪拜呢？诸位，佛教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它启发人们善良纯洁的心性，也就是开发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佛性。虽然这些佛菩萨像和所有的设施都起到教具的作用，但是要是把它们讲成教学工具，那人们的恭敬心就没有了。所以不称作教具，而称作供养诸佛菩萨形象。实际上供养佛菩萨形象是纪念老师，是知恩报恩是让我们时时刻刻想着佛菩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向佛菩萨